There's no such thing as too much, that's too much. There's no such thing.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的一期《吉星高照》。那今天我们聊天这位朋友呢，也不止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了啊。先让他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我们知道花花最近闭关了，刚闭关完，粉丝其实都很期待你的新专辑和新的演唱会。先跟我们粉丝透露一下，接下来什么时候有新的作品跟我们大家见面？应该会在明年吧。在明年，那我们期待2021年看到花花的新作品。好，我知道其实你最近也很忙，因为你多了个新的身份，因为你新养了一只猫，对不对？对，那个猫的名字很可爱，叫 Purple， 然后你就成了一个宠猫狂魔，因为这是你人生第一只猫，是不是？对。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的猫？它的性格就很粘人，因为我刚好闭关，然后呢不出门，对，然后在家里面待了有3-4个月。这个猫就是从我闭关第一天开始，它就来到成为你的伙伴了。对，然后我就天天和它待在一起。它每天生活里面，它眼睛里面只有我眼睛里只有它，所以它就会很粘人。那我知道 Per 这个音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音，因为我们知道你有另外一个品牌，对，也有 Per 来作为结尾音哈 Masper。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驱动你想要做这个事情呢？初衷都是在为我的演唱会来去服务，这样。我是18年开完鸟巢之后，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再有一些就是好玩的新鲜的东西，就是因为我觉得我都已经开到鸟巢了，我还能再怎么开演唱会？哇，真的，下一步真的只能在火星开了哈，就已经开到全国最大的体育场了，所以我想做一些新形式的演唱会，想突破一下自己。但这个新形式演唱会呢，它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的力量，它得需要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一些朋友来帮助，然后我也去学习了很多的品牌的这一系列的一些知识，这一系列都是要为了往这个演唱会里面去增加一些新鲜的一些元素进去。因为 Masper 其实是跟很多艺术家合作，这些艺术家们也会把所有的好玩的东西融入到这个演唱会里面来。讲到这个元素的多样化，我们知道你其实在生活中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人，你自己也是一个吃货，对不对？一个吃货。那其实你的网友就经常会开玩笑说，只要请你上美食节目，就会把你拐走。对，所以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非常这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呢？我觉得我是，因为我很爱吃，好像什么在我眼里好像都还挺好吃的，就没有特别去抗拒的食物。有一个，比如说我有一次去那个台湾的时候，然后吃了他当地的一个猪血糕，然后那个东西是我那个其实有点难接受，第一次吃的人吃不惯，对，然后觉得怪怪的味道，但其他食物都还好。因为我其实虽然知道花花是所谓的吃货，可是今天见到他的时候，比我上次见到你要瘦一些了。要瘦一些。你瘦是自己刻意在控制吗？还是因为累的，或者是怎么讲？就是比如我休假，我就会胖很多。因为在工作起来就要恢复到状态里来。对，想快要工作了，想还是稍微的恢复一点吧。因为我之前休假3-4个月的时候，我是每天都会早上起来在那个上到阳台上面去坐着，然后弹琴，然后创作，然后 Purple 就在那个阳台上面就随便跑这样，然后其实是在那晒一天太阳，然后又吃饭啊，吃很多，然后就又胖又黑。这个状态非常的宅耶，对，感觉就是一个宅男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样子。胖了有20斤。胖了20斤，我想象不到你胖20斤是什么样。但我现在又瘦回来了。刚刚就讲到说，花花，因为你其实，在演唱会上也好，在日常生活中也好，你可能仗着自己，你知道颜值又高，然后又瘦，所以可以驾驭很多不同风格的衣服。但是有没有你无法接受的潮流风格单品？有哪一种你觉得你自己真的穿不了？我觉得我目前好像没遇到过，除非衣服是不合身的，它太大，除非是尺寸的问题。尺寸问题，我比较喜欢很简单的一些衣服，然后但是搭配一些小小的饰品，有时候耳环啊，或者是眼镜啊、胸针啊、项链啊，对，就这种东西就是搭一点点，然后呢再穿一个很像，比如说像今天这种就是简单，但是又非常的有设计感。对，但是要加一点小设计就好。那你最近入手的一件单品是什么？像我自己身上这一套就是鄂尔多斯的这一套，其实这一整套我都蛮喜欢，因为这个上衣就是我经常会私下会穿的，它又很保暖，然后又很舒适。因为我是代言鄂尔多斯之后，然后呢有了解到他们今年的这个最新的这一款扇系列，它其实是有一个技术叫做全成型，就是这是它独有的一个技术，然后
很环保，然后又很保暖，也很舒服，宽松，但是又很显身形，又很显身形，这个很重要，因为就是一般人讲到羊绒或羊绒制品。会想到保暖没有错，可是如何去显身形这件事情大家就没有想过，因为大家情况下一般讲的说应该是很宽松会很舒服的，对。然后你其实经常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环保，我知道你有件 T 恤穿了5年对，我很多衣服，你很多衣服穿了很久很久，对不对？所以你有印象你穿过最久的一件衣服是什么？大家看得到的衣服是我每年生日有一件衣服，我会拍一张自己的生日照片，但是我每一年都是穿的这一件衣服。所以对你来讲，你认为啊，因为现在其实你也是我们鄂尔多斯这个善这个核心理念就是可持续发展，你也是这个系列的首位代言人。那你在提倡在跟大家去交流购买时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认为最重要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我觉得是那个可持续时尚发展。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话题，是。然后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来其实也是在去秉承的这个理念来去在生活当中传达的。因为我觉得首先它很环保。第二就是因为所有的时尚品牌每一季都会有新的一些概念和衣服，然后和搭配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它每一个品牌有它一个最特点的一个基本款。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买它的基本款，然后可以搭配一些简单的一些饰品。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环保，也可以体现得出你自己个人的一个时尚理念。那接下来有一个很简单的快问快答的时间哦。第一个问题是善系列最喜欢的一件单品。我身上这件我就很喜欢，第一它很保暖，第二它穿得很舒服，第三就是它有一种很年轻的那种，就加这个运动，很运动时尚，很运动风格的东西，穿起来就很这件真的很值得入手，我自己也看中了，很喜欢这件。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以后为 Purple 写首歌？肯定有可能，感觉有可能了哦，说不定已经在制作中了，有可能哦。好，下一个问题是，觉得自己是妈妈粉多还是女友粉多？男粉多。男粉多，对我也是粉，我也是粉。工作日的话，选择叫外卖还是自己做东西吃？自己做。除了锁骨可以放32枚硬币之外，还有什么别人不太熟悉的个人技能？下腰过杆子，是不是？出门只能选择一样配饰单品的话，是墨镜还是帽子？我选耳环。好，下一个问题是，时间倒流回7年前，最想跟刚参加快乐男生时候自己说句什么话呢？成为鄂尔多斯的善待人。应该说的是，你未来会成为一个会被很多人喜欢的，非常有受到肯定的音乐的人，因为我们花花也会越来越好。那我们期待在2021年看到我们花花的全新的作品，早点跟我们见面。好，谢谢花花。最后呢，跟你的粉丝讲一句话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次鄂尔多斯为大家带来的全新的一个新款服饰。好的，那我们也祝花花早点把你的作品完美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等不及了。好，谢谢花花，谢谢花花，谢谢。